真快，4年就过去了。以后你这个重工少东家可得好好把你家的修造厂做起来。放心，等旅行结束就回去切手，到时候请你当技术顾问，你的高武技术正好能帮上忙。说什么？我爸的车祸？不可能！你们再查一……别怕，我陪你回去，一切都会好的。你还要萎靡到什么时候？大的修造厂再这样下去就要倒闭了。倒闭就倒闭吧，我没心思管。你醒醒，这是你爸一辈子的心血。时间消沉，已经仁至义尽，你必须接手撑起这家厂。这架老式机甲刚从展馆旧址打捞上来，高层要求1周内改造成未来概念机甲模型，用于下个月的高武博览会，震慑国外那些高武势力。你回来的正好，机甲改造的任务，他已经找到人了，修造技术一流。我听说他这2年状态不好，能完成吗？放心，他肯定能完成。什么？1200万物资？他怎么敢用我的权限卡领用这么多物资？你们怎么能全批了？物资全批没问题。你疯了！1200万物资，你说领就领？你知不知道这会超出预算多少？我按联盟给的概念图领的物资，要做就做到最好，不然怎么拿那100到200万的奖励？你赶紧催物资处把材料送过来，耽误了工期，责任你承担。防系统，那不是高武战舰的，已成为晋升高武战机目标，配备近防系统可有效防御。靶场还能继续测试吗？这位厂老板看着不简单，领这么多高端材料，估计是在秘密研发 S 级高武重器。这件事一定保密，对外只说是制作机甲模型。明白。辛苦你了，这些材料我会用在该用的地方。客气了，希望你能按时完成任务啊。高武博览会，我会让世界颤抖。说吧，这根本不是在做模型，这是在制造真正的高武重器，一定要守好秘密。已经会进入总装阶段了。太好了，这造型比概念图还要惊艳，高科技感十足，就用这张图做宣传海报 C 位。好，我马上联系他啊。别太着急，8代机甲研发遇到瓶颈很正常，这次高武博览会说不定能给你带来灵感。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游龙真正问世，震慑国外高武士。会命西装男，你说这次高武博览会能看到真正的高武重器吗？我总觉得咱们的8代机甲还差了些什么。别担心，这次的机甲模型是特意请人精心改造的，一定会给你带来惊喜。而且你的研发团队这么努力，迟早能突破瓶颈。你们可来了，展区都已经布置好了，就等明天开展了。这机甲造型怎么这么眼熟啊？这是改造后的机甲模型实拍图，是不是很惊艳？挺好的，就用这个海报。工装男人，这不是模型。你们看，机身多了些尖刺状装备，那是什么？你们要普通机枪，投入实战的真隐身高武机甲。没错，既然要做，就做到最好。只是一架模型，怎么能震慑国外势力？黑衣青年，你这可是闯了大祸啊！这么重要的高武重器，不会出问题，擅自研发，不遮盖好，送到高武博览会广场。明天他会给所有人一个惊喜。大家赶紧撤离，做好警戒，绝对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架机甲。对外就说只是普通的模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只是一个模型，怎么会和游龙机甲的设计图这么像？不行，不能胡思乱想。能给我们讲讲隐身高武机甲的进化史吗？当然可以。这张图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和施总手里的游龙机甲设计图几乎一模一样？是不是泄密了？他果然勾结了游龙项目的科研人员，
盗走了设计图，这是短发女人从她朋友那里拿来的。你立刻去把人叫来，我去把这件事查清楚，绝对不能让机密泄露出去。这是游龙机甲，绝对是游龙机甲的设计图。你告诉我是谁泄的密？事情是这样，这张图是一个女孩从朋友那里拿来的，说是机甲模型的实拍图。她朋友自称是一家修造厂老板，一个修造厂老板。我现在就去把那个女孩叫来，当面问清楚。高马尾女，不好了，里面找你，说你涉及泄密，要被纪律组问责。泄密？我没泄露什么机密啊！难道是因为我拒绝了联盟张长老儿子的求婚，他故意刁难我？你们俩普通机枪，短发青。你们找我啊？是不是张机甲模型的海报？你误会了，这真是我朋友派的实体机甲模型，还画了一整套完整符纸。科研组的人立刻过来，把咱们8代机甲的动力系统设计图拿来，仔细核对。咱们研究了好几年都没突破的瓶颈，这图纸上竟然直接给出了完整图量。这根本不是8代机甲的动力系统，这是超8代的群力推进器。立刻把这些数据传回研究院进行模拟验证。这图纸上竟然直接给出了完整方案，成功了！验证成功了！有了这套方案，半年内游龙机甲就能投入测试。你赶紧告诉我，这图纸的主人到底是谁？修造厂具体在什么地方？我怀疑的根本就是机甲模型就是他改造的。外面的舞迷们都围着机甲模型的，是联盟的保密研发基地，就是个用老式机甲改装的空壳模型，让大家看看也无妨。我的天，这也太霸气了吧！造型也太科幻了！这就是未来概念机甲吗？简直比传说中的8代机甲还要惊艳！应该是舞迷们看到机甲魔侠改装的空壳，没什么特别的。80年前的老式机甲能改装成这样，走，过去看看。这怎么可能？这是咱们下一代隐身高武机甲，还是已经研发成功的8代机甲？对啊，快给我们讲讲这机甲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功能？大家看宣传页，上面还有曲率推进系统、热拔垂发系统，太科幻了！你们来了，元素周期表还记得吗？这只是对未来高武技术的设想。这些功能确实太科幻了，根本不可能实现，就是个用来吸引眼球的模型，不用担心泄密。给大家做个试射范讲解，让大家看看这未来模型的内部构造。这就是我想多了。这不是模型，他竟然真的做出了。别慌，开始检测到操作人员进行身份验证。这也太逼真了，季慕远到底花了多少心思？身份验证完成，高马尾女，高阶午休，心理指标不稳定，不符合游龙机甲操作标准。你看，我说就是特效吧，还能检测心理指标，做的真细致。检测到周围人员密集，存在安全隐患，要求所有人员立即撤离。不好，这不是特效！安保人员注意，立刻启动最高级别疏散预案，紧急疏散所有参观人员。立刻过来，引导黑神生男人前往休息室。别太担心，说不定真的是那个年轻老板搞的恶作剧，只是个逼真的模型而已。不可能，刚才的系统提示、机甲轰鸣都不是特效能做出来的，那绝对是真牛龙机甲。你到底做了什么？这根本不是模型，这是真的机甲，该怎么办？不，战机就是猛兽号吧？你猜对了，快来基地，亲眼看看猛兽号的实力。
不可能，这绝对不是真机，只是季慕远做的特效，故意制造震动，误导我们。什么事？慢慢说清楚。黑西装大人，能量监测降到异常高5能量波定，精准定位就在那架机。有任何情况立刻汇报。常情况，机甲有波动，会不会是恶作剧？说不定是在模型里装了小型能量装置，故意制造波动吓唬我们。突然消失了，我们赶到展位一看，那架模型不见了，地上只留下淡淡的能量波纹。安保处长，你怎么搞的？连一架模型看不住！调动所有安保力量，全方位搜索。怎么又回来了？系统，我请求手动控制机甲，立刻返回展馆。系统，再次检测我的心理状态，检测到操作人员心理状态不稳定，不符合控制条件，无法授权手动控制。根据环境分析，补给通过，立刻返回高武博览穴展。目标高武博览会展馆。展台在下沉，这悬浮功能也太逼真。間違いなく真の幽流機構だ。我々が開発した大発電色の果て。这是真的，这绝对是真的游龙机甲，它散发的能量波动比我们研发的8代机甲还要强数倍。好，这个代号太合适了，配得上这架战机。让黑衣高马尾不要乱动，先确保马尾工装女的安全，再弄掉这机甲的来历。这游龙机甲的技术远超我们的想象，绝对不能暴露。一旦被国外高武势力察觉，后果不堪设想。我建议立刻通知高武联盟总部，封锁周边区域，严禁消息泄露。但这件事超出了我的权。没问题，我现在就联系总部，你安排安保人员做好现场管控，绝对不能让任何人靠近机甲。所有人听令，立即封锁展区哦！好的，马上执行。这是真的高武机甲能量波动，而且等级不低，绝对不是普通的模型能模拟出来的。我觉得是真的，说不定这就是传说中的科幻野生高武机甲。高武联盟故意伪装成模型，在博览会上测试。我的天，太霸气了！这绝对是真的高武机甲，成功了！我们成功连接上声音机甲的通讯系统了。欣然，能听到吗？你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们正在想办法让你下来。启动了反侦听模式，不用担心消息泄露。是，无重力悬浮模式将在升调至19。注意安全，尽量控制机甲不要升得太高。我们立刻想办法。报告，目标已出现。就算是半成品，也是空中高武大杀器。有了它，蓝星高武领域我们能实现降维打击。有这500架猛兽号，咱们高武实力再上一个台阶。立刻操作机甲返回展区，不要在空中停留太久，避免引起更大的轰动。收到，系统停止展览模式，缓慢降落到地面。选择自动飞行模式，手动控制太危险，担心再出意外。好的，自动飞行模式确认。黑西装中年，机甲速度已经达到210节了，还在上升。我怀疑系统出现故障了，这速度太离谱了。不可能是故障，这应该就是机甲的正常性能。这速度已经超出了我们对高武机甲，这应该就是机甲的正常性能。只是我们还无法理解这速度已经超出了我们对高武机甲的认知。快，
启动能量锁定系统，锁定这个异常目标。组长，目标能量波动极强，速度已经达到270节，无法识别停空信号。怎么回事？今天没有任何高武测试计划。不好，是外来高武装备入侵，立刻拉响1级警报。数据异常，全体撤离！是外来高武装备入侵。怎么回事？哪里来的警报？难道是监测仪器出现故障，误报了？有可能，我们刚才检测到机甲速度异常。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拉响1级警报？大事不好！我们监测到一个不明能量目标，速度达270节，已出外任何识别系统阵。别慌，我知道那个目标是什么，它的实时速度是不是270？只是没有提前报备，让你们误会了。好的，我立刻安排。没事了，是监测中心误会了，把游龙机甲当成外来入侵装备了。先生，还有收尾工作，要不就在基地食堂吃。真的是高武机甲，原来真的是一场乌龙，幸好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对不起，是我们误判了，测绘结果显示确实是高武阿宝，是我们没有提前报备，以后会注意的。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就算是高武联盟核心研发组，也不可能造出这么先进的机甲。那你觉得这机甲会是谁造的？我推测，这机甲很可能是核心研发组的成果，一定是总工程师造的。之前他灰衬衫西装男只是个修造厂老板，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技术水平。我推测这机甲会是造早晚。之前他细说过，不用想，这游龙机甲肯定是核心研发组季总工程师搞出来的。等他停飞，我非要找他当面理论。这么好的技术，竟然瞒着我们！石总，除了季总工程师一阵，没人能造出这么先进的高武机甲了。不好了，防御反机甲系统误判目标，已经自动发射拦截装置了。让你们发射的，快给我停止拦截！拦不住了，拦截装置已经发射了，系统自动启动追击程序，正在全力追击目标。千万别是红日行，求你了！它是咱们高武防御系统的终极防御装置。完了，这下车顶带难，我先定位键屏幕，随时汇报动态。明白，参数已加载。现在换代，必须马上制定应对策略。明白。怎么了？是不是监测到什么异常了？你说什么？红日行，那东西一旦发射就停不下来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当前飞速300节。你继续盯着监测动态，我们现在就联系高马尾女驾驶员。你继续盯着监测动态。好，这个代号太合适了，配得上这架战机。高马尾女，不好了，你被红日型防御装置追击了，一旦追上就会同归于尽。你别开玩笑了，我的雷达上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所谓的拦截装置。这么强，游龙机甲的雷达怎么会探测不到？难道是雷达出问题了？高马尾女，你再仔细看看雷达，它就在你身后。我看到了，雷达旁有一行提示文字，你们稍等，写着默认过滤飞速低于350节的目标，视为短害目标，无需预警。什么？低于350节？我的天，这也太狂妄了吧！350节以下的目标都视为无害，这游龙机甲的门槛也太高了。不愧是顶级高武机甲，这份底气！我的天，这也太狂妄了吧！350机甲的猫看着你一喊，这就推理说话了。检测到目标，飞速320节，威胁值1，是否忽略目标？苏盟主，雷达检测到目标了，威胁值只有1，系统还问我要不要忽略。威胁值1，这怎么可能？红日行是终极防御装置，威胁值怎么会值多少？系统说威胁值最高上限是1000。我忙活了这么久，竟然是在担心一个威胁值只有1/1000的目标。看来这游龙机甲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底牌。别担心，星冉不会有事的。飞速325节，威胁值还是1。快弃机逃生，别管机甲了，你的安全最重要。我找不到逃生按钮啊，机甲上根本没有逃生装置。先生，还有收尾工作，要不就在基地食堂吃。明天弄，今天别再谈工作了。
后方目标已经追到身后，飞速325节，机甲上根本没有逃生装置。检测到目标逼近，快切换高速模式，甩开它！指挥台，借机在持低头模式，现在散提速控中速，可尽量满出击狂飙模式。深色西装男飞速已经突破500节了，还在涨，目标被甩开一段距离了。现在没有任何高高武器能摧毁，担心死你了。虽然红日行被甩开了，但他一旦丢失目标，很可能会在人口密集区自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游龙机甲带着红日行前往西区公海，那里人迹的罕至，就算自爆也不会造成损失。告诉他有一台隐身高武机甲携带红日行防御装置前往西区公海。好的，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咱们的巡逻机甲最高速度才200节，这分明是被碾压啊！少废话，这是命令，赶紧避让，出了问题你负责。收到，服从命令。深西装男，黑西装男，我现在把飞速提升到800节，彻底甩脱他。好样的，注意安全，甩脱后立刻返回战馆。太好了，终于安全。机长，看，这机甲的造型，这速度，绝对是远超现有技术的超8代高武机甲。难道要列装了？有了它，咱们就能碾压全球高武装甲。高马尾女，你太厉害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全力配合。黑衣青年造超级对撞机和游龙战机猛兽号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关系，肯定是大事。我去拉人帮忙。辛苦你了，不会有任何消息泄露。我还是觉得这机甲肯定是核心研发组季总工程师搞出来的。你现在就联系核心研发组的梁老，我要问问他是不是故意瞒着我们。我们终于突破了8代高武机甲射日的核心引技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功劳。华国高武技术必将迎来新的飞跃。哟，石总，是不是听说我们突破核心引擎技术来蹭庆功宴的？老者，别跟我装蒜，你们核心研发组是不是造出了一台超8代高武机甲？没错，我们确实突破了核心引擎技术。怎么，羡慕了？你消息倒是挺灵通，兄。没错，我们确实突破了核心引擎技术。什么意思啊？我们只是突破了引擎技术，还没造出完整机。少给我卖关子！你是不是在我团队里安插了眼线？不然怎么会知道我们突破了核动力技术，还说的神神秘秘的？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安插眼线？装什么装？破了引擎技术，根本没造出机甲！别吵了，你打开视频通话，我让你看看你们核心研发组成果到底有多震撼。行了行了，别吵了，这是什么？这不是……你看，我就说不是你们造的吧，我还以为是你瞒着我搞出来的呢。范老者，我们没跟你开玩笑，这台游龙机甲不是我们造的，他到底是哪里困惑？不可能！全国范围内有能力研发8代高武机甲的，只有你们技术开发部和我们核心研发组。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才给你打电话，想问问你，是不是还有其他隐藏的科研团队？继续，2级充能，释放！你赶紧准备好速效救心丸，把游龙机甲出现以来的所有事情都跟你说一遍，保证让你震惊。你说吧，我倒要看看这台机甲到底有什么秘密。我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同志们，我们严重误判了。银灰机甲的身份来历被严重低估了，银灰机甲的来历远超我们，他不是敌人，而是被误解的盟友。现在，机会只有一次，不能再错过。我们成功摆脱了来，但代价高昂。看这里，机甲周边和地面设备显示了关键数据，危险远未结束，我们必须准备应对。我的天，
这简直是颠覆我的世界观！这么先进的高武机甲，竟然是别人改装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不是我们，也不是核心研发组，那这台机甲到底是谁造的？难道是国外的科研？也不是核心研发组，不可能，国外的技术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他在郊区有一间修造厂，我之前跟你们说过，这台甲是我朋友改装的。你赶紧说说，你接收机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常？是谁负责对接的？他负责物资和设备的对接，当时他还说修造厂设备很新。你们找我？你老实说，那家修造厂到底是什么情况？设备到底有多先进？修造厂配备了极其先进的高武制造设备，比我们的设备还先进。当时林总我还在研究给高武聚变弹减重，提升战机续航和机动性。好，越勤越好，我们全力支持你。好，越勤越好，我们全力支持你。你又在偷偷搞高武技术突破，每次都有惊喜，早就习惯他的惊喜。当时林总那批原料，现在的原料清单拿来，我要看什么材料能造出这么先进的机甲？几十吨稀有高武合金，还有就是一间普通的秀场，没有什么科研团队啊。你太单纯了，他肯定故意隐藏了实力。我们先等那位老专家过来，再登门拜访那位改装者，一定要弄清这台机甲的秘密。我敢肯定，这座修造厂绝对是顶级高武科研基地，背后至少有上千人的科研团队和技术工人，不然根本不可能弄到这么多稀有机甲。科研团队，我们先让他看看这台机甲，让他也震撼一下。震撼了，这材质，这造型，这能量气场，怎么样？没骗你吧？这台机甲是不是比你机甲还要厉害？厉害，太厉害了！快，让我的人检测一下这台机甲的材质，我要知道它到底用的是什么黑科技材料。硬度值飙升到8000了，远超蓝星现有最强高武合金，甚至比钻石还要硬。这台机甲的材质不简单，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黑科技。继续检测，我要看看它的韧性值。这么高的硬度，韧性肯定好不到哪里去，这是自然规律，不可能被打破。韧性值突破20了，还在涨，已经25了。哦，好，你心系高武联盟，有你在，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强。韧性成反比，规律对接机甲操作系统，结果被机甲系统反向入侵。我的天，这台检测仪价值100万啊，就这么报废了。这机甲简直是个吞金兽！你必须告诉我，这台机甲到底是哪里来的？是谁造出来的？这样的黑科技到底是怎么来的啊？用退役机甲改装的？他不会说谎，事实就是如此。快联系那位改装者，我们登门拜访，当面弄清这台机甲的秘密。穆院，是我想登门拜访你，请教一下游龙机甲的改造技术。行吧，明天早上8点来我这重工区修造厂，别来太早，我起不来。对了，博览会怎么样？我的机甲没出什么问题吧？没想到一台游龙机甲能赚这么多积分点，看来解析更高阶的高武机甲图纸指日可待了。检测到游龙机甲引发高武界轰动，完成高武产品改造成展示，积分点持续增加中。这些机甲那台机甲的性能，你说那位年轻改造者背后的科研团队到底有多少人？明天一定要好好请教请教。现在天色不早了，我已经安排好休息的房间，明天才有精力参观。我要守在游龙机甲。我有个办法，我们在游龙机甲旁架设实时监控，你们2人回房间休息，用平板就能远程观看，也能随时关注机甲的情况，怎么样？行，就按你说的来。不过监控一定要清晰，不能有任何死角。2位，咱们都是老同学。真快你这个重工少东家，可得好好把你家的修造厂做起来。放心，等旅行结束就回去切手，到时候请你当技术顾问，你的高武技术正好能帮。
放心。说什么？我爸的车祸？不可能！我陪你回去，一切都会好的。两位，咱们都是老同学，也都是为了华国高武技术的崛起，敬咱们华国高武的未来。你说的对，咱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想让华国高武技术遥遥领先。以往的矛盾确实该放下了。没错，只要能让华国高武变强，我什么都愿意让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工装青年和他科研团队了。各位，这位就是游龙机甲的改造者。走，快进去。这几位都是高武科研领域的顶尖专家，各位专家莅临，里面请。这台机甲就是在这间修造厂改造出来的吗？不过没有什么科研团队，这台机甲原本肯定耗费了不少时间吧？没多少时间，满打满算也就1个星期，还是加班赶工完成的。走，我带你们去核心车间看看。黑工装男人，这真的是你一人完成的？科研团队全程就我一个人，你可以问他，他去过我修造厂。真的是他一人改造的。好了，别吵了。既然黑衣厂主说这是他一人完成的，那我们就通过技术细节来验证游龙机甲在高速移动时如何破除空气阻力。那我们就通过技术细节来验证一下。曲率动力系统的推力可以直接无视空气阻力，不需要额外的破阻装置。原理其实很简单。既然你对动力系统这么有研究，太夸张了吧？麻烦安排些不合格、报废的高武战机和直升机当猛兽号测试靶标。好几年都没破解，他说1分钟就能破解，简直是天方夜谭。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好了，破解完成，你们可以对照验证一下。梁老师总对得上，黑衣青年的推导结论和超级计算机的验证结果完全一致，而且推导步骤比我们现有的方法简化了15个。对不起，我之前不该质疑你能配合你完成任何高武研发项目。既然你技术这么厉害，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游龙机甲机体的核心材质是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改造工期紧张的时候顺手合成的新型高武合金，性能只能算勉强及格，至今还没取名。各位都是高武科研领域的专家，不如帮我给它取个名字。别开玩笑了，这种级别的高武合金，强度和韧性都远超现有最强合金，还勉强及格。没错，这种合金要是能批量生产，对华国高武领域而言，绝对是革命性的突破。你快说说，这种合金的研发时间到底用了多久？实际研发时间也就5分钟。5分钟？这不可能！走，机甲融合。就算是现有合金的改良，也至少需要几天时间。你竟然用5分钟就研发出了一种全新的顶级高武合金！我明白大家的疑虑，但这确实是按程序处理就能解决问题，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用的是碳离子析出熔炼法，所需原料都是常见的材料，熔炼流程也很简单，只要掌握核心技巧，5分钟就足够了。就是它，没错，就是这个。太棒了！碳离子析出熔炼法，这种方法能让材料的分子结构重组，大幅提升强度和韧性。你太厉害了！
彻底相信了，那个黑工装青年真是凭一己之力完成改造，一定要把他招揽。我心里有数，一定会全力招揽这位黑发工装青年。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明白，我会盯紧的。他们真了不起。时间不多了，按计划行动。明白，但变数如何处理，随机应变，信我。好，行动。我们提议设立高武技术荣誉总工程师的职位，给他最高规格的待遇，让他全权负责超8代高武机甲的研发，这样才能留住他，既能体现他的价值，也能让他有足够的自主权。等会儿我就跟他提这件事。你们看，那间屋子怎么在发光？合成新元素需要3万能量级，现在只有700，怎么办？没想到对撞机这么不……那是游龙级备用曲率动力反应堆组，没什么特别的。曲率动力反应堆组，你竟然还造出了备用反应堆！这光芒难道是高武聚变反应的辉光？没错。这种光芒和我们研究的高武聚变反应辉光一模一样，这真的是聚变反应堆吗？黑发工装男，聚变反应堆有辐射泄漏的风险，这么近的距离会不会危及我们的安全？放心，这确实是高武聚变反应堆，常规能源根本不够。至于辐射，你们不用担心，没有任何泄漏。不可能！高武聚变反应堆的体积都很大，至少需要10几米见方，怎么可能这么小？这台反应堆的系统体积也就2米见方，不算大。让研究员拿来高武辐射检测仪，先确认安全。检测结果显示，没有任何辐射泄漏，安全无误。你们看，这就是备用曲率动力反应堆，表面的光芒是能量可手化警示，不是辐射泄漏，完全没有安全隐患。不可能这么稳定，这其中一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拜托你了。你看，这反应堆根本不是常规的链式结构，没有任何链式反应核心运行。没错，链式结构虽然效率高，但太过娇贵。链式结构确实麻烦。我用新型超5合金材料约束核能，你这技术太超前了，肯定能突破现有核动力瓶颈。顶级设备，专属团队，无限经费，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不受任何约束。别听他的，来我们技术开发部，我封你为荣誉总工程师。所有资源都向你。黑衣青年的技术足以开设一座全新的高武科学院，打破咱们华国高武的技术瓶颈。是啊，这太了不起了，我们必须全力支持。住手！这会毁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必须前进。你这是疯了！数据100亿调整，我们不能停止。我从不后悔。黑发中年，你别跟我抢！黑衣青年这样的人才就该加入我们核心研发组，你才别抢！我们技术开发部有更完善的机甲研发体系，赢的人说了算。行了行了，两位别争了，他还没表态呢，你们争破头也没用。各位，我性格散漫，不喜欢长途奔波，也受不了太多约束。高武联盟总部我就不去了。要不你去我们高武技术开发部吧，你觉得怎么样？这样可以缓和大家的情绪。分部场地能支撑游龙机甲改造吗？我需要足够大的车间和配套设备。你放心，分部场地随便你调配。
我连夜腾出50间高标准车间。黑衣青年先生的脑子简直装了一台量子计算机。按照你的要求布置妥当，所有配套设备全部到位。好，那我就答应了。务必尽快把设备和物资全部搬过来，必须万无一失，不能拖延。不好了，你们快去看看，两位为了争夺游龙机甲的负责权吵起来了，还动手推搡了。游龙机甲必须归我们核心研发组负责，我们才能更好的研究其核心技术。凭什么？黑衣青年加入的是我们技术开发部，机甲自然该我们负责。两位别吵了，不就是一台游龙机甲吗？既然大家都想要，我再改造一辆就是了。你说的是真的？你能再改造一台超8代高武机甲？当然是真的，不过我有2个条件：你只给我安排70名科研人员打下手，2是追加改造费用，毕竟材料和人工都需要成本。没问题，70名舵神你说了算，我们绝不讨价还价。没错没错，再造一台，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我们全力支持，任何条件。我再强调一遍，再造一台游龙机甲，我要从建造经费中，你们同意，我们就开工。同意。这个比例太合理了，你的技术就值这个价，别说3成、4成，我们都愿意。没错，只要能实现游龙机甲量产，助力华国散统一。高马尾女，你加入我的团队，协助我协调科研人员和设备，其他人跟我熟悉工位，熟悉我的改造流程。好的，牧原。大家注意，这里是设备区，接下来是总装平台。一部分人去材料架，另一部分跟我来。仔细检查并记录。先别声张，跟我来。怎么了？核心数据异常，可能是人为，证据确凿吗？你盯紧，别让消息走漏。按照现有高武技术，改造一台超8代游龙机甲，造价至少300。季先生抽取3成，就是90亿啊！就算我们砸锅卖铁，也要推动游龙机甲量产。有了这种机甲，国高武就能彻底崛起，再不用被其他国家压制。你立刻安排王工联系温处长，让他尽快整理出改造所需的高武材料清单，越快越好。经过3次核对，我已经整理好了，所有材料都是现有库存，随时可以。啊！你没核算错吧？我敢保证，绝对没有核算错误。每种材料的单价、用量都核对过，就是7000万。你相信？对了，这么大规模的超8代机甲改造，是不是有重大技术突破？这可是天大的新闻啊！此事严格保密，不得泄露任何相关信息，否则会有严重后果。明白，我绝不透露一个字。7000万，怎么会这么低？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游龙机甲再造的材料总费用只有7000万。你说什么？7000万？光研发一台普通7代高武机甲，才要8代机甲，怎么可能只有7000万？没错，这太离谱了，一定是核算错误。你快拿清单给我们看看。没错，金额确实是7000万，每种材料的单价和用量都没问题。这位先生的成本控制能力简直和他的技术实力一样，令人惊叹。两位，
为什么超八代机甲的材料费用会这么低？难道那位先生有特殊的材料获取渠道？你郭沫，不是材料渠道的问题，是那位技术高手的技术，他能用普通高武材料，通过特殊工此事重大，我必须立刻向高武联盟国科部文部长汇报。部长，有件重大事情向您汇报，而且材料总费用7000万。你是不是喝假酒了？竟说还只要7000万？你要是再胡说八道，就给我写检讨。没有胡说，他的技术非常厉害，机甲可语音操控，极限飞速达800节，还能轻松摆脱现有最高级别的高武防御拦截装置。亲眼所见，绝对属实。800节飞速，这太离谱了。但此事事关重大，我必须亲自确认真相。根本不是现有高武机甲能达到的。你要么是被人骗了，要是不信，我让那位年轻人操控游龙机甲飞到高武博览会展馆，您亲自查看。好，你就写2万字检讨，深刻反思你的失误。是，我一定做到。黑衣青年，求你个事，麻烦你让李欣冉再试飞一次，证明一下机甲的性能。小事一桩，让欣冉去操控就行，没问题。部长，游龙机甲已经起飞，飞速达到800节，正在前往高武会展的路上。您快开启展馆的高武防范系统，避免机甲被误判。知道了。我已经下令开启防范系统，我倒要看看这台机甲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么厉害。我已经下令开启防范系统，我倒要看看这台机甲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么厉害。啊！发现未知型号有方高武机甲，飞速300节，正在进入展馆声纳警戒圈。行好，立刻开启全程监控，逆潜关注其动向，建立通讯连接，询问其。这里是游龙级超8代隐身高武机甲，驾驶者黑衣高马尾女，请求进入展馆码头停靠。完毕。异常能量读数，目标确认，确认坐标，干得好，全体都有，准备撤离。太棒了！超8代机甲，我们华国终于有超8代机甲了！盼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太久了。允许接驳停靠，所有人都到窗前，亲眼看看我们华国的超8代机甲。大显示目标逼近，所有人立刻到窗前。好，太好了，这就是超8代高武机甲！你们核心研发组立了大功，华国高武终于迎来突破。盼了这么久，我们终于有自己的超8代机甲了，再也不用被压制。黑发部长，您误会了，这台机甲不是核心研发组或技术开发部造的，是民间天才用退役老式高武机甲仅花1周改造而成的。你说什么？民间天才1周时间？哎呀，这么先进的技术，民间人士怎么可能掌握？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个年轻人天赋远超想象，您见了就知道。高马尾女操控机甲带我们回技术开发部，我要立刻见季先生。执行命令。是，文部长。
你就是这位先生？年轻有为，1周改造出超8代机甲。部长客气了，只是做了擅长的事。好，我今天来是想谈合作。华国高武崛起，离不开你这样的人才。工装青年，合作优先考虑我们技术开发部，我们有完善研发体系，能最大化发挥你的技术。慢慢谈。首先感谢你为华国高武的突破，听说你还要再造一台超8代机甲。高武联盟国科部愿与你深度合作，全力支持研发生产。这台机甲还没有正式名称，我提议切合性高武气势，大家觉得如何？好名字就叫游龙机甲。你看，我没意见。名字定了，谈谈订购事宜。蓝星高武机甲对抗赛在即，往年冠军都是米国，这关乎华国话语权。我想多订几台备战。深色西装男说的对，有游龙机甲，我们才有把握战胜米国。我初步计划订4台，加现有1台共5台，你看可行？不的话，3台2台都可。侯老一定不会亏待你。要是5台太多，我们就先订2台，后续再追加订单，如何？2台太少，不够用。好了，那5台、10台，你说个数，我们都满足。50台也不够。100台，这已经是我们目前能承担的最大数量了。100台还是太少。我提议你们订购300台游龙机甲，全当我给华国高武事业交个朋友。易先生，太感谢你了。300台至少要几10年，份心意我们铭记在心。不必如此，我既然合作就会尽全力，而且我打算用流水线生产，用不了那么久。青年，这不可能！游龙机甲结构复杂，精度极高，怎么能用流水线生产？这需要多少测试和校准吗？绝不可能！游龙机甲也可以搭好专属生产线。短发青年，你的魄力和格局，我们自愧不如。好，流水线生产，华国高武崛起指日可待。黑衣短发青年，游龙机甲抽成沿用老规矩，每台3成作为改造生产酬劳，可行？可以。这枚大国工将系统积分店涨到50万了。雕钩下方，大家停一下，第2台游龙机甲建造暂时暂停。怎么突然暂停？出什么事了？我们会失业吗？是黑发工装男，已经完成1半了，暂停会影响后续进。大家别担心，不是出问题，也不会失业，相反，我们要接一个更大的订单。我已和高武联盟国科部签订合同，他们订购300台游龙机甲。接下来核心工作是搭建专属生产线，实现量产。太震撼了，难以置信！300台，太厉害了！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指挥中心，我是现场主管，300台已完成，请指示下一阶段。王工，调配3000名具备高武设备操作经验的人员，协助搭建生产线，越快越好。好的，季总，我立刻安排，保证按时到位。
就是你说的超八代机甲，快给我介绍介绍。没错，这就是游龙机甲，你看。这就是超八代机甲的实力，太逆天了！真的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定要留住他。华国高武离不开这样的人才。对了，季慕远的核心技术或许能解决你的心病。你是说猛种机甲？他研发一直停止，他实力远超想象，或许能突破技术瓶颈。太好了，只要能攻克难题，防卫部全力配合季先生。黑西装中年，银发军装老者，蓝星全球高武会议即将召开，是否按时参会？就在这里参会，借用基地会议设备，立刻准备。华国到底在搞什么？会议将开始还没上线，难道不把米国高武联盟放在眼里？黑发西装男真准时，最后1秒上线，故意耽误大家时间。艾德米代表会好了，宣布本次蓝星高武机甲地。男，听说你们的机甲速度上不去，连我们一半都追不上，年你们依旧没胜算。话别太满，米国高武别太固步自己。代表，我们最新机甲飞速已达200节，远超华国，一定能碾压他们。一结束，期待对抗赛上你们的表现，别输太惨。宣布，本次蓝星高武机甲对抗赛的军演场地定在中立区高武试炼场。黑发西装男，我听说你们华国的高武机甲的一半都追不上吧？还记得几年前的高武对抗赛吗？我们米国可是以威森碾，你们依旧没有胜算。话可不能说得太满，有些人这些年固步自封，别太高估自己，也别太小看我们华国。代表，甲飞速已经提升到200节，远超华国现有机甲。这次对抗赛，我们一定能碾压他。哈哈哈，听到了吗？200节飞速，这怎么说？好了，会议结束，期待对抗赛上你们华国的表现，可别输得太惨。华国想搞8代高武机甲，简直是天方夜谭。网络上那些所谓的目击视频，不过是华国战略忽悠局放出来的烟雾弹。华国的高武技术和我们相差甚远，代表英明。局长，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妥善处理了游龙机甲的相关舆论，成功稳住了风向，察觉到异常。客气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使命，完成战略忽悠，迷惑对手，为我们华国高武发展争取时间。还记得当年我们成功忽悠米国拆解了高武装备生产线，机甲启动后只留下了高能量尾气，虽然意外泄露了外形和速度信息，但因为画面太真实，反而被网友当成了虚假合成内容。现在网络热度已经彻底降温了。说实话，这视频里的机甲到底是不是真的？华国真的造出8代高武机甲了？我就知道，看你的态度，我就推断是真。这天要变了。
这个核心技术参数我们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不改参数，按照这个数值调试就能解决问题。厉害了！看一眼书就能解决这么难的技术问题，简直是天赋异禀。哪里是普通书籍，是大国工匠系统生成的精准设计图。工装青年，你看这架高武轰炸机是我们华国早期的主力机型，虽然已经退役，但当年立下了赫赫战功。我知道你擅长改造高武装备，想必会对它感兴趣。这架轰炸机的基础构造很扎实，只是核心部件有些落后，确实有改造的价值。我想近距离仔细看看。侯妹，好，我这就带你去查看，请你能参与我们空军高武轰炸机的研发升级项目。主任，测试结果出来了。这款引擎的性能比现役引擎强1倍，但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怎么办？核心数据达标，功率稳定。好，准备全面测试，大家集中精神，胜利在望！太好了，我现在就开发部空机分部基地。季先生，久仰大名，我早就听说过您改造游龙机甲的事迹，对您万分敬佩。辉发主任，这位就是黑工装青年，华国高武领域的顶尖天才。季先生，这位是辉发主任，技术开发部空军分部轰炸机项目主任。我们先看模型和剖面，这是核心引擎和结构件，性能达标，数据很稳定。蓝星最先进的高武轰炸机是米国的那款吧？我给您看一下两国轰炸机的性能对比视频。不用羡慕米国，只要给我一架轰2初始机，我就能把它改造的比米国最先进的高武轰炸机还要。你是真的？您真的能改造轰2初始机，让它超越米国的高武轰炸机？是的，我能做到。这怎么可能？改造思路和我改造退役高武战斗机差不多，只要材料到位就能完成。太好了！既然你有这个能力，能不能顺带帮助我们空军的高武轰炸机完成整体迭代升级？只要你愿意，条件都好谈。帮忙可以，得加钱。问题，钱不是问题，我立刻安排追加合作资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我需要空军提供充足的高武改造专用材料，一架完整的轰2初始机。材料和设计图都好说，只是这架初始机。目前全国仅存1架馆，属于珍贵文物。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务必把轰2初始机满足你的改造需求。辉发致富男，接下来你要全力配合工作。关于猛兽高武轰炸机项，文部长怎么能让季先生参与？改造轰炸机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研制新一代的猛兽高武轰炸机，只有黑衣青年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我一定全力配合黑衣青年。指挥中心，我是指挥官林，正接近轨道，请求最高权限，发现不明物。让温带人来到了车间，我为专家能改造初始机型，有望超越高武轰炸。长下令全力配合，推进猛兽项目。那个年轻人再厉害，也不可能把老古董改造成顶尖。
是那位年轻专家主动提出的改造方案，思路和改造游龙机甲一样，我们有十足把握。什么？季先生主动提出的？太好了！既然如此，你就全力配合他，想要什么材料、什么设备都直接供应，一定要满足他的所有需求。是，我一定照办。这架轰2初始机是我们高武轰炸机事业的起点，卓著。你们把它拉进专属改造车间吧。奇怪，隔壁车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动静？季先生不是在推进游龙机甲的生产线吗？那位工装青年在隔壁车间改造轰2初始机，听说要把它改造成比米国还先进的高武轰炸机。改造轰2初始机？季先生怎么突然接手这个项目了？别急，我们也正想去看看那位黑发男人到底是怎么改造的。你先冷静一下。是啊，工装中年，之前那位先生改造游龙机甲的时候就创造了奇迹，这次肯定也有把握。我们先了解一下改造方案，再进去也不迟。别贸然进去打扰他。不是要打扰他，我是担心他贸然拆解轰2初始机，损坏了这件华国的宝贝啊！你们怎么在这儿？我得进去看看。冷静点，里面的人自有改造思路。你现在进去机动阻止，会耽误大事的。我们再等等，相信他的能力。别在门口吵，耽误时间。太阳落山前，把高武研发部所有高武轰炸机图纸全部送到我车间，缺一不可。继续测试，接下来测近防高武系统。高马尾女黑工装男人下手太快了，这才多久就拆得这么彻底？还好那个工装男人走得快，不然肯定当场翻脸。您不仅擅长高武机甲改造，还精通轰炸机拆解，太厉害了！略懂而已。我们得马上走。是的，这里有急事。季先生，所有高高度轰炸机图纸都带来了，没有遗漏。高马，装备性能相关的书尽量多找，拿来辅助我改造轰炸机。好的，我这就去办。先生，我们虽比不上您，但也能帮上忙，求您给个机会。可以，
你们负责整理技术参数，别耽误进度。季先生，我实在跟不上您的节奏，申请去监工游龙高武机甲生产线，那边我还能胜任。一青年，我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只能退出研发团队，还请见谅。可以，你们随意。黑工装男人，游龙高武机甲生产线即将竣工，仅用2个月，您的效率太离谱了。正常速度而已，我还要兼顾轰炸机改造，先挂了。这就是我们华国的超8代高武机甲生产线，我们终于能和科技力士说脱衡了。是啊，这一切都多亏了那位年轻总工，没有他，我们不可能这么快建成顶尖生产线。完美了，简直是高武工业艺术品。西装中年的能力超出我们想象。西装中年，中山装中年，西装中年，中山装中年。生产线已就绪，随时可以验收。好，验收完，我迫切想见证第一台游龙机甲试飞。我还以为手机组装还要10天。这不可能！就算最先进的高武生产线，也不符合这个规律。是啊，10天一机已是极限，晚饭前首飞太夸张了。你们混淆了5代和8代机甲的生产逻辑。5代和8代机甲的生产逻辑，8代采用模块化组装，10天一机太慢，无法完成300台订单。黑工装青年，快启动生产线，我们亲眼见证这一时刻。启动生产线，各工段按预设配合，全力推进手机组装。试飞测试交给你，项目包括超高速巡飞、全频段隐身，一定要仔细测试。请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全频段隐身是展示初始原型机未公开的核心功能，完善性能体系，确保高武对抗中的绝对优势。太神奇了，完全消失了！黑工装青年，这全频段隐身果然名不虚传。这只是基础功能，后续可进一步优化。
黑衣青年，这就是全频段隐身，这是基础效果，比传统高武隐身更强，能规避所有现有探测手段。实不相瞒，高武光学隐身我们曾尝试研发，因难度极大，被迫放弃。没想到您竟成功实现了。不辛苦，主要是机甲性能太出色，操控很流畅。机甲性能远超预期，按这个效率，订单完全没问题。目前一天可造4台，按时完成300台订单，绰绰有余。最新数据如何？异常值在上。欣然，季先生最近怎么样？轰炸机改造进展顺利吗？他一切都好，一直专注猛兽轰炸机改造。初期他看高武飞机相关书籍，后来却看高达、Eve 等科幻漫画，我也觉得奇怪。或许他从漫画中找灵感吧。当年改造游龙机甲，他就有很多出人意料的想法，我们不用干涉，相信他会带来惊喜。年轻男人的能力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到底改造的怎么样？真想快点看到猛兽轰炸机，一定要好好录给林司令看。这台猛兽高武轰炸机和现役高武轰炸机差距太大，我担心它的实战性能。数据随后提交，请继续查看其他关键部位。搭载的高武能量发射器威力远超现役装备，机舱内部也经过全面改造。黑工装说的对，是我们太急躁了。先登机看看具体配置。兽号体型庞大，易成为近身高武战机目标，配备近防系统。我的天，这内部简直像一座移动的高武作战指挥中心。战机原型竟是老旧的轰2，这太惊人了！不会出问题吧？主任，猛兽高武轰炸机快到试飞场了。还好能正常滑行，那位改造者果然靠谱。这引擎轰鸣声比高武联盟最新研发的还要浑厚，性能肯定更先进。黑发青年，战机体积变大会不会影响机动性？高武战机灵活度很重要，那气动布局的改动能保证性能不打折扣吗？可以的，体积越大，稳定性和灵活性反而越好。准备好了吗？可以开始试飞测试了。这不行，轰炸机再先进也跟不上高武战斗机速度，无法采集数据。这操作台简直像外星高武装备的操控界面。
数据采集组注意，本次测试高武空天动力系统、电磁复合装甲、高武激光防御武器3项，务必精准采集数据。高马尾女测试100米加速度，让他们看看猛兽号的实力。这不可能！这么大的庞然大物，怎么可能急速加速？当前蓝星最先进的高武轰炸机，极限速度才3马赫，还得在平流层才能达到。高武核动力引擎充能完毕，可以启动加速测试。开始吧。太离谱了！这加速度反人类，远超现有所有高武装备极限，根本追不上。再快一点，不能错过任何测试数据。这速度太恐怖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快的高武轰炸机。太爽了！这速度太不可思议了，黑发青年太厉害！别急，这还没到极限，还有优化空间。报告地面，猛兽号当前以2马赫平稳飞行，约2000多千米每小时，各项数据正常。对不起，我不该质疑你，你的高武技术高深莫测，我服了。无妨，专注测试就好。当前速度太慢，切换高速模式，再提升一点。收到。高武系统当前速度3马赫，动线。黑衣短发男，此前的3马赫难道只是低速模式？不是低速，只是基础飞行模式。季先生，我们跟不上了。高武猎鹰战机远不及猛兽号，只能跟在后面吃尾气，无法采集数据。坚持住，全力跟紧，不能错过测试数据。黑衣青年，快减速！当前高武领域4马。凑合能玩，就是比游龙高武机甲慢了点。前方检测到高武雷暴区，是否改道绕行？要不要改道？高武雷暴区很危险，会影响战机性能。不用改道，启动第2阶段装甲防御测试，直接冲入雷暴区，测试电磁复合装甲强度。本测训最后一关，这里气流紊乱，高武能量场异常，导航极易失明，稍有不慎便机毁人亡。侦察机群先进入雷暴区测税，精英小队休整半小时后出发。侦察机群立即启动高武参数校准。这高武雷暴区能量场太紊乱，简直是死亡陷阱。这里就是高武战机的坟墓，再先进的装备进来也得认栽。导航信号被完全干扰，进去后无法定位，只能靠运气。
真的是巨型高武战机，它竟然在雷暴区航行，怎么可能？立刻上报高武指挥中心，跟我返回，当面汇报。全体执行撤回。白发司令，我们在高武雷暴区发现一架巨型高武战机正在航行。不可能，高武雷暴区那么危险，怎么会有战机在里面？司令，我看得清清楚楚，战机体型巨大，速度极快，就在雷暴区中央。正在汇报，训练场一切正常。收到新情报，敌方有异常调动。什么？司令，那架战机竟然在雷暴区玩8次回旋特技，简直是在空中分场蹦迪！胡闹！谁这么大胆，敢在雷暴区玩特技？高马尾女驾驶战机撞向带高武雷电的雷击云，测试电磁复合装甲强度。兄弟们！太刺激了！猛兽号果然厉害，这么强的撞击一点事都没有。别直呼战机名字，专注测试。这电磁复合装甲太坚固了，竟能抵御高武雷暴撞击。都是黑衣工装男改造技术厉害，换别人根本做不到。数据比预期的还要是好。大家先冷静，看看窗外，风暴数据在飙升，可能有影响。猛兽号的出现会彻底改变高武领域格局，重塑高武对抗规则，是高武联盟的福气。接通了，指挥中心，这里是战机。林司令，立刻停止特训，速来技术开发部高武项目基地，有台高武大杀器，你一定要亲眼见证。你说的大宝贝，是不是雷暴区里的巨型高武战机？看来你已经知道了，别废话，赶紧过来，保证让你震撼。立即登机，火速前往技术开发部高武项目基地。我要亲眼看看这台传奇高武战机。林叔，继续测试，接下来测近防高武系统。高马尾女返回靶场。防系统？那不是高武战舰的装备吗？猛兽号体型庞大，易成为近身高武战机目标，配备近防系统可有效防御。靶场还能继续测试吗？可以，我联系高武物资处调大型标靶。你们看，机身多了些尖刺状装，我猜是普通高武机枪，用来防御近身攻击。你们呀，普通机枪，短发青年研发的肯定不简单。我觉得是近防高武炮。只有近防炮才会设计成尖刺装，看引擎读数，推力异常，战机可能变形有风险。不对，航机显示是诱饵信号，必须查清，否则行动失败。季先生，高武物资处把标靶调来了，就在靶场中央。这标靶强度太普通，不足以测试近防系统。高马尾女升起近防炮，直接测试。收到，近防炮正在升起。真的是近防高武炮，尺寸比普通高武战机机身还大。我猜错了，黑衣青年的研发实力越来越强了。看着小巧，尺寸快干上普通高武战机，威力肯定不小。哼，这就是近防高武炮，快测试一下。林叔，这是脉冲电磁高武炮。由普通高武轰炸机机枪升级而成，威力远超常规近防装备。电磁高武炮，
这高武炮，你太厉害了，能把普通机枪升级成这模样。这电刺高武炮威力到底有多强？测试就知道了。强度恐怕达不到效果。是基地最强的 SSS 级高武靶装，高强度钢筋水泥浇铸，原本用于测试顶级高武能量弹。怎样？先测试黑衣短发青年升起第2门近防炮。测试太慢，放出剩下7台脉冲电磁高武炮进行饱和式覆盖打击。我的天，这么多台电磁高武炮，这饱和打击没有高武装备能抵御。启动打击。太强悍了 ！SSS 级靶装瞬间被摧毁。猛兽号突破机雨云、山峰、高武雷暴区，性能远超现有高武战机，堪称完美。这已是蓝星顶尖水平，怎么还叫勉强达标？刚达预期，控制系统仍需优化，继续测试，先做极限性能测试。高马尾女驾驶战机上升，冲破平流层，直达伞翼层。不可，普通高武战机无法抵达伞翼层，会破坏高武能量系统。放心，猛兽号有重力飞行模式，启动后航舱形成空间稳定场，无失重感，可抵御高空冲击。怎么了？我们被高武雷暴困住，无法靠近测试区域，无法收集数据。好了，立即返航休整，后续测试。返航期间保持警惕，系统可能有异常。司令，文部长他们正在空中测试猛兽号。他们在哪？我去看看。那道云海航机就是。既然没兴趣，就测试高武火力系统。我已准备好高武实弹，启动高武量子雷达阵列，锁定测试区域。这雷达太精准了。再来测试超视距高武打击，启动高武能量弹齐射。先生，超视距齐射难度太大，容易偏离目标。准备发射。本次测试区是高武舰载机型挂弹测试靶场，配备高武核辐射防护罩。普通高武舰载机不会装高武聚变弹，这防护罩有点多余。是不是你们私自进行高武聚变测试，靶场出现能量爆炸？绝对没有，我们未启动任何测试，立刻排查异常。是长官，正在全力排查。黑发中年男，爆炸能量当量远超常规高武弹，堪比顶级战略级，已启动高武能量弹头追踪系统。零辐射，零污染。林司令，你看到爆炸了！文部长，是不是那位年轻研究员猛兽号改成高武聚变级战机？太恐怖了！是轻势能高武航弹，不是高武聚变级战机。不管是什么，是不是你们炸了靶场？我之前在高武雷暴区看到的神秘战机就是猛兽号吧？你猜对了，快来基地，亲眼看看猛兽号的实力。这就是猛兽号，
光是体型就比普通高武战机强悍太多。穆远，果然是你！以后别叫我林司令，叫我叔就行。林叔，这架猛兽号是用老旧初始高武战机改装的，多亏辉发主任全力配合。战机代号就是猛兽号，没错，贴合它的高武性能。好，这个代号太合适了，配得上这架战机。黑发青年，猛兽号体型超标，会不会影响高武机动性和隐身性能？在飞行测试，你们觉得猛兽号机动性拉胯吗？不仅不拉胯，比很多小型高武战机还灵活，在高武雷暴区7进7出。隐身，普通高武能量弹甚至顶级高武聚变弹都无法击穿。什么？连顶级高武聚变弹都击不穿？这高武合金太强悍了！军官，猛兽号极限速度能飙到30马赫，远超现已改变空战格局，数据可靠吗？千真万确。他的高武能量弹能投掷多远？我猜最多20公里。你猜少了。长官，猛兽号还装载着推进型高武聚变弹发射器，威力更强。推进式和普通高武发射器有什么区别？是啊，这发射器有什么特别之处？黑衣短发青年，猛兽号能搭载多少枚高能聚变高武弹？100吨，比10架普通高武战机加多。我还在研究给高武聚变弹减重，提升战机续航和机动性。好，越轻越好，我们全力支持你。好，越轻越好，我们全力支持你。你又在偷偷搞高武技术突破，每次都有惊喜，早就习惯他的惊喜操作了，总能打破我们的认知。我能亲自体验飞行吗？我想感受30马赫的速度。可以，正好继续高武火力测试。白发司令，黑衣青年，高空飞行有风险，我陪同你们一起试飞，也好照应。继续担任驾驶员。明白。再快一点，我要体验30马赫，这么快还这么平稳，一点不适感都没有。我的天，这就是30马赫，太不可思议了！去测试高武火力系统，让你看看它的。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高马尾女孩，填装聚变高爆高武弹，准备发射，测试超视距打击威。收到，季先生，填装完毕，随时可发射。准备好了吗？我倒要看看100多公里外的打击威力。发射！我的天，太强悍了！100多公里外能瞬间摧毁靶区，猛兽号名不虚传。当前蓝星高武竞争激烈，他国高武战机装载量最多100吨，打击距离仅几十公里。兽号600吨装载量，100多公里正高武联盟实力。我们必须坚持。林叔，你说的对，让和平需足够强大，高武实力是重中之重。能量爆发即在剑锋之上，真理在高武能探射程之内。好，你心系高武联盟，有你在，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强。
灰发老者，黑西装男人，今天测一，我都等着解馋呢。别聊吃席了，得赶在晚饭前结束，不然食堂大妈打饭手抖，连块肉都捞不着。麻烦安排些不合格、报废的高武战机和直升机，当猛兽号测试靶标。到。八尾女，启动相控磁暴高武装置，1级充能，准备释放。继续，2级充能，释放。这威力太强悍了，简直是高武战场的绞肉机！功能不算强，不够科幻，还有优化空间。就算是半成品，也是空中高武大杀器。有了它，蓝星高武领域我们能实现降维打击。感谢了，有这500架猛兽号，咱们高武实力再上一个台阶。先生，还有收尾工作，要不就在基地食堂吃。明天弄，今天必须别再谈工作了。你昨天累坏了，我买了科幻电影票，咱们去放松一下吧。走，回去加班。我想到猛兽号升级方向了，机甲融合。高马尾女孩，帮我找那部电影的设定集，越详细越好。黑衣短发男，设定集都带来了，东西放下，你可以走了，别耽误干活。你们来了，元素周期表还记得吗？当然记得，我写给你看。不错，接下来我们人工合成新元素。灰发老者，粒子对撞机事宜交给你对接，我负责搭建猛兽号青春版生产线。没问题，季先生，我们立刻行动。
江院长，有位天才要借助对撞机人工合成新元素。你别开玩笑了，合成新元素堪比幼儿园孩子解微积分，你这是不尊重我和科学！哈哈哈哈哈哈！我没开玩笑，国科部红头文件发给你。这资料结构太复杂，先别管资料，你的对撞机能量等级能到多少？蓝星排名第2，求达到3万数量级。3万数量级！黑衣灰发长者，你确定那小子没喝假酒？这根本不可能！白褂灰发男，听说你对撞击能量不足，我远程帮你调试。你能调时？这参数是我多年校准的，别弄坏了。我比你更懂如何处理，别插手。放心，太保守，跟碰碰车一样，看我的。助理，快拷贝新参数，别破坏平衡。启动测试模式，验证参数可行性。我就不信它能凭空造出合格参数。黑衣青年简直开了上帝视角。启动实机测试，我倒要看看效果。合成新元素需要3万能量级，现在只有700，怎么办？想到对撞机这么不给力，只能自己造一台3万能量级的。自己造？你知道造3万能量级对撞机有多难吗？难也没办法，没有就自己造，这逻辑很正常。大黑衣老者，把中央局战船开发部人员调到游龙高武战机生产线。白褂灰发男人，把高能木离输给线，他们经验丰富。全体注意，这里是指挥广播，成败在此一举。全体科研人员注意，所有项目暂停，下午统一前往招搜黑机遇。林司令，黑衣青年打算自己造3万能量级超级对撞机，想从你那边挖些人手。没问题，缺人缺物尽管说，我全力配合。黑衣青年造超级对撞机和游龙战机猛兽号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关系，肯定是大事。我去拉人帮忙。15万人，这可不是小数目。灰发中山装，拜托你了，这事只有你能帮我。拜托你了。蒋部长，调一批人手急用。小刘，把空闲技术人员全部调过来。我们要造3万能量级超级粒子对撞机，但齐心协力一定能完成。放心，我们都是精英，我给您介绍各处室长的能力。我们马上开始。各位处室长，让我们开始。是的，同意。核心模块就位 ，A 区传感器阵列 ，B 区数据处理
C 区执行终端。这里是核心连接，注意个疑点如何处理，我来梳理，展开层级就清楚了。方案就讲到这，大家好好休息，明天正式启动建造工程。季先生，基地材料不够，满足不了建造需求。季先，我联系高武基地送材料。季先生，请问有什么吩咐？要一批建造超级对撞机的材料，必须1星期内送达，不然我找林书哭去。黑衣青年先生的脑子简直装了一台量子计算机，我们根本跟不上。白褂灰发男，黑衣老者，黑西装男，那位先生让你们过去。就是总装图，太震撼了，能看看剩余图纸吗？白褂灰发院长没有纸质图纸，黑衣青年嫌麻烦，5分钟搞出了全息投影。这颠覆我的世界观，原来全息技术还能这么用。能交互的全息才是真正的高武科技。季先生，材料全部送达，已到位。好，材料、人员、图纸全部到位，要求大家1周内造出3万能量级超级粒子对撞机。是，季先生。是，季先生。是，季先生。别人造这个要1个世纪啊！凤凰巨型量子对撞机安装完毕，可启动各。太不可思议了！20万科研人员在你统筹下，7天就完成了别人要1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世纪工程。启动对撞机。它碰撞程序准备亮起，准备启动。数流聚焦，碰撞程序就绪，确认启动。再加压了，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变成人工黑洞。后放心，有紧急制定系统，出不了事。之前你承诺过对撞机建成要请我们喝开酒，可别忘了，我听说你私藏了茅台，今天必须拿出来。我不记得了。怎么没有？当时你拍着胸脯保证的，可不能耍赖。根本回复不过来。嘎碰刚过，就说战机起降是正常的高武训练，不涉及任何非正常事件，让网友们保持正常生活，不要过度猜测。怎么还会这样？可这些网友太聪明了，越压越热闹，根本控制不住。算了，别管了，任由他们讨论吧，只要不泄露核心信息就好。勉强及格，还是不够用。你们都去休息吧，我还有点事要做。让机制作新元素，不然之前的功夫就白费了。现在就弄，这么急吗？动，不然呢？难道还要等几天？咋的？就是量子脉冲阵列，没啥技术含量。算了，也听不懂，直接实操吧。把晶体抬到激活位，小心点，别碰坏了。
阿尔法射线沿永磁通道奔向量子雕刻仪。阿尔法射线捕獲完成，開始射線電話。这么强的阿尔法射线会不会发生泄漏？要是泄漏了，后果不堪设想。7重真空隔离罩，就算真的露出一点能量，也连1级风都不如，伤不到人。射线穿透分子层，抵达原子层面，能量转移中，元素组构成功。季先生，你用的是全新的编程语言，这种语言是想打破人类与计算机的阶层限制吧？没错，跳过语言翻译过程，才能实现更精准的操控。程序要是手写，至少需要10年8年，而且代码量高达几万兆行。我来帮你吧。不用，让 AI 来写就好，比你快多了。AI 写这种程序，不仅难度极大，普通电脑的算力也根本不够啊。太不可思议了！你的技术已经远超人类现有水平了。黑衣短发青年，你这技术也太离谱了！说你是外星人，我都信。好了，升级完成，大家都去休息吧，我也该睡一觉了。准备一下。测试新猛兽号的变形功能。现在测试，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会不会影响测试效果？不影响。让材料组准备好应急金属，防止出现意外。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你也好不到哪儿去。记得我们的赌约吗？这次你可输了。季先生，好消息！猛兽号青春版生产线贯通了，以后就能批量生产了。你去安排开工吧。林司令，猛兽号青春版立刻开工！太壮观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批量生。我们的日产能达到10架，以后还能继续提升。升级战机辛苦了，要不先休息1天，明天再测试。测试完再休息。这新猛兽号看着和之前没什么区别啊。变化。把猛兽号运动版开到外场。运动版还有这种型号？得问问长发女了，慢慢看就知道了。猛兽号运动版已到位，请求启动测试。启动战机模式。神经元连接完成，可启动变形程序。变形。高马尾女，启动神经同步系统。这是神经链路技术，能让驾驶枪控制自己的手臂。接精度能达到多少？现在才1%，也就够转身而已，还要继续优化。季总工，你刚才说的勉强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神经链路的对接必须是100%的无缝对接，和低于这个标准的数值都只是一个过渡，所以只是勉强够用。100%无缝对接，现有的理论框架下，
人脑信号和机械指令之间永远存在一个延迟和损耗的空值，能稳定在0.1%就已经是能载入史册的功绩了。你这是要一个人把整个科技给点穿吗？准备进入第2阶段，完全同步。是。神经同步系统激活，蓝套正阵型虹膜信息验证，虹膜验证通过。正在进行脑波频率比对，脑波比对通过。驾驶员身份确认上位。路系统接入，视觉同步开始。率37%、59%、82%、99%。神经同步率100%，完全同步达成，融合完成。报告，视野共享已建立，我能看到你左边口袋里有一张对折的符纸，露出了一个角。好，热身结束，现在跳个舞我看看。我的天！季总工，你刚才说的勉强是什么意思？准备进入第2阶段，完全同步。是。地震了！